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吉祥、殊胜的日子，也向各位有缘的朋友呢结个缘，也让新旧朋友更加了解一下大慈大悲药师佛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会对药师佛会有一个非常亲切的认识我们会产生恭敬心供养心、亲近心。在佛经中记载，药师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他是一位和众生一样修行，或者是希望能够发愿，想到自己一个非常辉煌美好的未来。有一次，他经过长时间的准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发出一系列最神圣伟大的愿望。那大约就是药师佛12个伟大的愿望。我把这个12个伟大的愿望呢，就是总结成4个类别。它是非常的为我们人类思考，非常关注人类在生活、生命、生存中的现实问题。那最实用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希望我们人类众生都能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完美。比如说各种残疾的状态，比如说耳聋听不见事，或者是哑巴不会说话或者是驼背腰直不起来，或者是眼睛呢看不见事，是盲人或者是天生的智力有些发育不良，乃至天生的特别的丑陋。还有讲到呢，就各种各样的疾病、传染病，也像现在这个瘟疫流行，那怎么样去抗病怎样从这个疾病中获得健康。他说希望能听到我药师佛，我们简称药师佛如来的这个名号之后，你这些问题都好了，都得到解决了，从此之后没有疾病身体健康，四肢齐全，还能聪明智慧甚至是长得还很帅很漂亮，连这个都关注到。还有说之前呢又病又穷，还没人照顾，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来照顾你，这个你恭敬药师佛，就可能很快就有了亲戚朋友了。我们华人有一句个俗语就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对不对？如果你很贫穷，你就住在市中心，亲戚都会好像没有，就没有亲戚。如果你一下富有了或者是有权利了，你会发现你很多过去的亲戚你从来没听说过，就你二姨他爸爸的弟弟的妹妹都来找你来了，是不是？很多亲戚就来了，是不是就都告诉你你们过去你爷爷贫穷的时候我都照顾他说你多大那是我爷爷，我爷爷照顾了你爷爷，所以你现在得照顾我，是吧？这事就来了。你小时候我都抱过你，这一听没记起来呀？对呀，你刚出生2天的时候抱过，当然你不知道了。有没有人说过去你小时候你们家很穷，就没那么多亲戚，到后来呢你们长大长出息了家里富裕起来了，好像亲戚朋友就变多了，是不是有这感觉吧？
再就是说，你那个贫穷又有病，没钱看病，还没有亲戚朋友，还没有家回啊。但是你呢，恭敬药师佛之后就有家了。那比如说现在吧，你也恭敬药师佛，你没有家没关系，禅堂就是所有朋友的家，好吧？那到禅堂来呢，我们的禅堂几乎如果按照我的要求的话呢，通常来吃饭啦，喝茶喝咖啡呀，来聊天吹牛呀，甚至来一起念佛呀，走八卦呀，给禅堂再干一些为大家服务的事情。到禅堂除了修行之外呢，还要去帮助别人代表佛的家。那佛是什么人呢？佛就是来帮助大家的这样的伟大的神灵。那你这样去恭敬他，说到禅堂来有家回，我还得干活啊，他有活干才痛快啊，对不对？如果你有家，可是你就不干活的话，身体并不健康。只有多干活才能找到自我，才能够健康快乐。所以菩提禅堂就是一切有缘众生的家随时欢迎大家来回家来来到家来吃吃喝喝，好吧？禅堂呢，就是所有的热爱修行的恭敬药师佛的人的家。这第一大项就是关注着我们一切众生的最实际的问题。通常现在讲的就是第一条健康问题。那么第二大类问题，正是别的佛不讲的药师佛很现实，说人不管长得多好看，没钱花不行。你说你都吃不饱饭，你说看你长得还水灵灵的，有可能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钱买粮食吃，吃不到饭的话，你不可能健康，你不可能好看，对不对？没钱有没有家呀？有家，但是什么都没有，除了里头有2个人之外，没有。我看到我们前几年去访问过，就在马来西亚一些小岛上，有些人家养好几个孩子，到了家里去什么都没有。有朋友呢发来这个巴西巴西那个还是首都有个贫民区他就走到一个人家，说能不能给我口水喝？其实想到人家看看他们家里长什么样子，他发现什么都没有。夫妻俩养2、4个孩子，连床都没有。他以为说是不是后面还有房子，就没有了。一共那一间屋，那间屋里头有个马桶，挨着厨房，厨房上除了有一点的圣粥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说：“这是你们家？”说：“是啊。”那晚餐吃什么呀？说晚餐再说吧。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这个样子。哎呀，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吃饭都是紧巴巴的，就是没那么多钱吃饭，更不要说供孩子好好读书了，甚至很多家长找不到工作。所以贫穷的问题也是影响我们所有的人类有一个美好健康的生活的一个基础。所以经济问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拥有的。所以如果你恭敬相信赞美药师佛药师佛说了，我希望他是希望你将来就成为富有的人，就是每个人都有衣服穿，这个有房住，还有很多好朋友，天天有人到你家来，有朋友和你往来天天都有 party 请你去做客对，有钱人就是忙着呢，忙着去赴宴会但是药师佛说了，你只要恭敬药师佛，你将来变成这样富有的人。所以大家赶快恭敬药师佛吧这是第2大类，多现实那第3大类呢，就是这个从古代到现在这个教人
走歪道的这个方法特别的多。有哪些觉得让人走歪道的行为呢？吸毒，有人说了吸毒，同意。赌博、诈骗、抢劫，抢劫的更狠，不给钱要你的命啊！这个我们有传统文化哈，就中国小说里头，只要一贫穷，就占山为王。占山为王当中有口诀的呀，你们会吗？那我教你们了哈。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这过路费要不要缴啊？不缴不让你过去啊，所以我每天都缴。哎，我现在都适应了啊，而且各种收费的方法都有，你只要把钱存到卡里头，汽车一过，咚咚，你的钱就没了，就咕咚一声没了。就是这样子。10年前我在韩国也是这样，人家拿手机往外一晃，钱就没了，手机还在这里。在那个高速路出口的时候，你的手机在窗户上一晃，就已经有一排那个放射灯就扫描，看哪里有钱，就把你钱给弄走了，就是真快呀！马来抢劫也够厉害的。所以女士们站在路边哈，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女人背个名牌漂亮包包呢？那个抢匪啊，都不抢我这样，都抢你们女的，身体又弱，虽然弱，但是背了个很贵重的包包，都不抢你抢谁呀？对不对？哎，这个和高速公路不一样，这路边站就给抢了，没经你同意，对不对？你也没拿手机晃，也没刷卡，就把你连包带人一块抢。最恐怖的是，一抢一拽那个包包哈，就把人摔倒了，尤其是后脑着地，通常。就是摔不死你，也摔废了你，就摔出毛病来了，很厉害哈。所以背名牌包包的女人，请换包，好吧？所以从古代到现在哈，很多行业都是引诱着人走歪道，前头是明确的走歪道。还有潜在的走歪道，有很多位妈妈就找我，师父啊，来看看，你看我的儿子天天打游戏，晚上顾不得睡觉，早上顾不得刷牙，白天顾不上上学，就要打游戏，他在走歪道，师父怎么纠正他？大家觉得天天打游戏不干别的，是不是走歪道？是，还在打游戏之中还在输钱，不是赌博的赌博游戏，就算是让你产生快乐的游戏。但是天天打，熬了那么多时间一天超过2个小时打游戏的，都是在走歪道。超过2个小时，你少打一会儿，当做一种娱乐，换换大脑，换换心情是可以的这个游戏不可以多打，还要不要玩那种有那个赌博性质的游戏？就算不赌博，也要控制住时间，否则呢？为什么妈妈说你走歪道呢？你会把学业、事业还有身体全部废掉了，这也是走歪道。朋友们再说一说，你觉得还有什么是歪道呀？骂人、诽谤、恶言恶语，但是总是说是自己也在走歪道，因为会形成什么呢？形成伤害对吧？我就骂你，真的骂你，诽谤、侮辱骂你让人起烦恼。很多打人乃至到杀人事件，就是从诽谤骂人开始。你骂我，还有人说你骂我还可以，你骂我妈，我就打你；骂我奶奶，我杀了你这个争斗就开始了。佛还说的更深了，因为这是精神世界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有人走向歪道，我要纠正他。那前头说杀人、放火、抢劫、偷盗、诈骗、吸毒等等的这些这是比较明显的。还有精神世界当中，人人都有的那种歪道邪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生有5毒：贪嗔痴慢疑。贪心你看不见，但是呢，他那种因为贪心会产生什么样的？
我们没法举例的。只要有贪心，我们所以才有了去抢劫、去杀人、去诈骗、去绑票，是吗？去把一个无缘无故的人打棍子，路边去抢包包，甚至撬开门锁到你家里去，偷钱抢钱，这都是贪心。所以贪嗔痴慢疑，嗔呢愤怒，那怎么愤怒呢？你骂我，我愤怒了。还有让我产生这种怒火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你骂我吗？没有别的呢？嫉妒会不会让自己怒火攻心呢？嫉妒会不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呢？会不会杀人？所以嫉妒心，乃至世界上很多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很多时候还是来自于两个国王之间的嫉妒。嫉妒怎么办？打。就像当代今天你们家是吧，有核武器爆炸了，我们家呢连正常武器都没有，我很生气，是吧？宁可让大家饿肚子，我也造原子弹。是两个家庭之间，他们家买了一个贵重的摩托呀，大大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最讨厌的那种车，咣咣咣咣像开炮似的，是吧？作为邻居的你呢，生不生气？生气，生气不是他声音太响，是太贵。你心里话，我也有钱，我买一辆小轿车、小汽车。你邻居开了一个旧的小汽车，你连旧汽车都没有，你生不生气？对，嫉妒就变成愤怒啊，还有傲慢呢。傲慢自己不知道而是我又有钱，钱比别人多，长得比别人好，身体还特别健康，长得好看啊，并且呢自己还知识渊博。说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说这都是俗人，他看谁都是俗人。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教授，到他家做客，他说：“师父你来了，一般的俗人我都不给喝的茶。”我说：“什么茶？”我放了2年半的普洱茶，我才跟你喝。我说我的时间最短都是7年半的。那师父的才好呢。一般俗人不懂普洱茶。你跟我说，我说教授啊，你是什么人呢？我也可以算是俗人吧。这句话，至少他这样的心情这是他又入了傲慢的道。他其实平时对人很好，他邻居发财的，他还是保持他的风格。我就这样，穿着10几年前的旧衣服，我就这样，一点都不羡慕别人。他有学识嘛，所以内心很充实，就不会在乎那些俗人又买了车了、买了楼了之类的，根本就不在乎你。但是他会不会犯错呢？他有没有犯错？刚才跟我说话就犯错了，说那些俗人。你看我们这些不俗的人，都喝的普洱茶都是2年半以上的，你也太差了。那卖茶叶的人都是神仙呢傲慢，就是觉得自己有学识自己是高尚的人。所以你看邪，一个是走了邪路歪路，还有叫邪见还有邪识，认识的是，当高度不够的时候，人自动就歪了。佛说我都帮着纠正你们，只要你恭敬歌颂供奉药师佛你就会从一切歪路邪路邪见中回归最正确的正知正见，正确的人生旅途。这一块很重要这精神状态实际上是真正的左右着我们人生的高度。是否真正的快乐，是与这个精神境界比肉体的健康还重要这是第3大类佛带给我们的。第4个呢，其实特别容易讲。佛有一个伟大的愿望，说现在不管你是在做什么工作，有没有文化，有没有修养，还是今天多么的烦恼与痛苦，但是我
盼望着，我也乐意帮助你们，未来都像我一样，都能够开悟，都能功德圆满，都能够成佛。这是佛陀最最高尚的，最最令我感动的一个伟大的愿望。所以你只要去供奉相信药师佛，未来药师佛呢会帮扶着你，引导着你走向真正功德圆满，一直到觉悟成佛的那样的一个伟大的结果。那么我们再俗一点的众生说，说现实一点那是佛陀伟大的愿望。那我们怎么做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得到药师佛的这个护佑、帮助、指引？第一个，首先做的要相信，要相信药师佛所说的话。因为你不信，你不会去接下来去学习去和他感应甚至是供奉侍奉所以你没有相信，你不会做下面的动作。你也不会说你说的话我就不相信，但是我还来供奉，不可能。所以你只有信才能做到接下来的叫供奉、信奉。奉是执行的意思那么第二呢，就是供奉了那供奉什么呢？我们在东南亚哪怕一朵小花、一个水果、一碗米饭，这都是供奉，是由自己的心愿中的恭敬感。比如说我们恭敬我们的父母长辈，说我把美食，正好是过60大寿，做一个特别好的美食给我的妈妈，这是不是供奉是。那供佛呢，至少也要参照供奉恭敬父母的那种恭敬的心来供奉佛。对，有信就要供奉。那么包括供奉佛像、药师佛的法相，供奉药师佛的经典。那么之后有缘我会给大家再深讲，像供奉佛像和经典带给我们的特别殊胜的利益。但是原则上说，你只要供奉佛像、供奉佛的经典，在你居住的周围大概1000平方公里，这都是吉祥的。我说至少是你们家人吉祥，这是肯定的你会得到护佑的。那么第三呢和第二其实有点类似供奉供养变得更具体了前头用说美食蔬果甚至是还有这供奉自己的能力，说我有时间我来常常给大家去做贡献我有时间去8个点能带大家来离苦得乐，来修行得健康等等，都是有很多很多进行供养的各种的行为。还有很多说我有钱，我拿钱来建道场拿钱来塑佛像，拿钱来印佛经，拿钱来一起帮助穷人救苦救难，这些都是关键心中要有一个供养的心，再加上供养的行为这就是供养。那么有了这些，才形成了叫信仰。信仰一定来自于绝对的相信。信仰，仰呢是依赖，一个是仰望和依赖的意思。当我遇到烦恼困难了，我求佛给我指路，至少佛给我加持给我力量，给我信心，或者是我们修得更好的同修能得到药师佛的感应，给我们启发和指引。第四，因为信仰，我相信呢佛带给我的好处，要想得到更多的好处呢，时常念佛不断，就是佛不离口，抽空就念。也是药师佛心咒，大家会念了吗？所以抽空就诵念药师佛心咒。那么这样抽空就念念念不忘。当我们有事，无论好事或者不太吉祥的事要发生的时候，先是药师佛会警示给我们，你会得到启发。第二个会帮我们消灾比如说你之前
生命中说到今年这个年龄啊，又是本命年，完了可能会发生，假设发生一点这个交通事故，那么你的发心少，你的恭敬心不是特别够，但是你也恭敬了，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因为你的恭敬药师佛的原因，虽然不是那么真诚但是你会得到护佑通常呢就是大灾难变小灾难，小灾难变成没有感觉，就是事发生了人不受伤，因为汽车如果坏了之后还有保险公司能赔，对不对？但是如果人撞死了赔也没法赔，对不对？真撞残疾了通常很难好，对，他就把你的灾难给化解掉了。但是如果我为什么给你要做供养呢？你做的供养多，就可能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你都会怀疑，算命的算错了，说这本命年有灾呢，结果什么灾难都没有就过来了，因为佛帮你把这一切灾难化解了，那大概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念念不忘，与佛感应，念佛本身既为自己呢能够消业消灾，消业是指灾业，所以就念佛就能消灾了。那么消灾，如果我有病呢，念佛也能让病慢慢好起来，还至少让新的罪业不会发生。还有经常念和感应的时候呢，所以佛有时候会提醒你。所以我们很多同修，年长的同修经常念念药师佛，等之后呢，有的时候孩子要出门，你就能感觉这次不太对要小心要不别出门，要不孩子你提前去到禅堂拜拜经常是拿上佛像照片，拿上师父照片带在身上去，来护佑身体。我们很多同学做过这个事，对不对？结果子女得到护佑，就是消灾灭难，如意吉祥。这个与我们平时除了恭敬供奉之外，这个念佛有关系，会增加我们这个灵性就等于和佛每天像那个你的频道是沟通的佛就是发现你的孩子出去有点灾难要小心了，这个你立刻就像收到佛的电话一样，你就知道了。那么第5项就是要注意这个很大的功德，就是去传播药师佛的伟大的功德和利益，比如说包括去传播药师佛经、药师经，传播对药师佛的相信，就传播药师佛信仰，或者替人讲解药师佛的，尤其是像12大愿望给人诉说药师佛带给你的利益去这样的传播的时候，就是在行菩萨道，在度人，这个功德就非常的大一个是让病人迅速康复，还有让你希望保佑的事业呢能够容易成功所以呢这个传播的本身就是这是功德之中最大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欢迎大家都要去多传播多诵念还有个真诚的心去相信所以当做到这些之后呢，我会慢慢就开始走向一种什么呢？叫厄运转好运疾病转健康，短命变长寿，丑陋变漂亮。谢谢大家。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用最恭敬、真诚的心来念佛。现在开始。
电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人在沙漠，卡对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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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人在沙漠，
嘎地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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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地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
萨萨姆嘎迪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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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姆嘎迪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덴타 헝베칸제 베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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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덴타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迪梭哈殿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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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
地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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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
南无萨摩伽帝娑哈，电他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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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摩伽帝娑哈，电他吽贝堪则贝堪则。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무 가데소하 디엔타 헝베칸제 베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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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무 가데소하 디엔타 헝
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天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姆，卡迪苏哈。
天他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姆卡迪苏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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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他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姆
嘎对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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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디엔타 헝베칸제 베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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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我们何时感恩大慈大悲药师佛救苦救难，为我们消灾延寿，驱除一切病邪，让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健康长寿，富贵无比。一个许愿还愿的故事，名字叫屈三江的儿子。山东有一户人家，主人叫屈三江，是个普通的庄稼人。日子虽然还算过得去，但屈三江心中一直有个遗憾。他的妻子10年内生了6个女儿，却始终没有生下儿子。在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屈三江也不例外。为了传宗接代，他和妻子努力了10年，却未能如愿。随着年岁渐长，曲三江愁白了头发。当他们最小的女儿1岁时，夫妻俩再次萌生了想要生儿子的念头。小姨子建议他们可以去隔壁县的庙里许个愿，说那里非常灵验。于是屈三江夫妇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庙里，在佛前许下了求子的愿望，并且向佛承诺，如果愿望实现，将会奉上3处五谷、100刀黄表，还有10万金元宝作为还愿。3个月后，奇迹真的发生了。
屈三江的妻子再次怀孕，并且顺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夫妻俩喜极而泣，于是屈三江给儿子取名屈福昌，希望他能福运昌隆。然而屈三江却没有按照承诺去庙里还愿，主要原因是还愿所需的贡品费用高昂，再加上他对许愿的效果抱持怀疑态度，认为生儿子可能只是巧合。时间一久，屈三江便把这件事抛诸脑后。当小儿子长到3岁时，一切看似顺利。然而就在此时，孩子突然患上了重病，高烧不退，已经奄奄一息。好不容易病好后不久，他又被滚烫的热水烫伤，随后摔断了一只胳膊。接连的不幸事件让人忧心不已。一天，一位游方道士来到村里，见到屈福昌后，叹了一口气说：人债可拒，天债难躲。果然，那年冬天，屈福昌在玩耍时不慎掉入水潭，溺毙身亡。屈三江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悲痛欲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某天，他遇见了一位老道士。老道士告诉他：你命中本无子，这是你前世的因果。因你一念真诚，上天开恩，让你求来了一子。但你许愿不还，天债难逃，孩子终究要被收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向佛许愿需谨慎，还愿更为重要。否则，即便天恩已降，也可能因为我们的疏忽而失去。有些神不是小心眼儿，是因为你命中没有，没有之后我帮你实现了，但是你没有还，人家就把帮助给你的东西又要走了。听起来难道不合理吗？比如说你是一个低收入的人，你的月工资才500，今天我到菩萨前许愿，菩萨这个帮弟子涨工资，我这500块钱真的什么都不够生活，我会饿死的让老板喜欢我我的工作业绩也提升起来，然后多拿钱，这样我多挣到钱之后比如说我要塑菩萨金身，如果庙里需要我这个赞助出钱的时候，我乐意。如果赶巧了他的愿望实现了，3个月之后愿望实现了，老板月工资3500实现了，庙里也不是说你许愿了，庙里正好说我要扩建一个店，人来的多了，大家这个是吧，被日晒雨淋的是吧，该盖一个店，让大家觉得更舒适正好这个菩萨身上的那个金呢也淡化了，我们需要重新贴金，都需要花钱。那你在菩萨前许个愿，菩萨也帮你实现了愿望，那你该不该来还这个愿呢？我个人非常的认为是应该还愿。有时候帮你的时候不是菩萨亲自在帮，他的护法神就帮你做个法就做到了。但是你如果不还愿，这也是很公平的菩萨不计较没事，那护法神跟你记账的。说这混蛋小子最近发财了，你把菩萨给忘了，还梦中警醒你菩萨来看你护法神提醒你等等的，说我装没看见，我装没梦见，我装不知道，你菩萨还跟我计较吗？菩萨不计较就把给你的钱得要回来。那怎么要？他有他的方法。比如说你这半年了累积了20万块钱那神灵收的时候是一次性连利息收走，一下子收走了35万，说撞一个车修一次腿正好35万就没了，而且老板也把你炒了你从此之后就开始流浪，500块钱都没了，以示惩罚。那没要命就不错了，因为你不欠菩萨一条命，对不对？老板把你炒了，说你是个没有德行的人，就是这样，对神灵不敬，这是很公平的。无论你人怎么想，
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看到的事情来说，这样是许了愿就去还啊，对你来说是安全的。因为这位老道士啊，最后这位老道士说得很清楚哈，曲三江他的因为前世的这个功德业力的原因呢，你这命中无子，你生6个女儿就不错了哈，但是你命中就不生男孩，你求神求来的，你求的时候你是有许愿的，那神灵呢也是看你的这个愿啊，觉得被打动了，说好吧，你既然有这个诚心啊，那我就帮你一下好了。完了之后孩子真来了，但是等真来了之后呢，他得考虑说这贡品又太贵了，所以我还是把它忘了吧，就宁可忘了这个事儿，说神灵可能也忘了，就后头这些不吉祥的事情就发生了。最后这个孩子还是小小的年纪又离开了老曲家，就等于去世了啊，很可怜哈。向神明发愿，神明真的会听到吗？如果愿望实现了，但却不去还愿，这可以吗？给人发愿有人听，是吧？比如说2个男女一见面说我爱你，是吧？这是种想法，也算是一种愿，对不对？一种誓言。你看你给人许愿，人等着，那姑娘等着你不是爱我吗？等我一天成老太婆你还爱我吗？我走不动半身不遂你还爱我吗？所以你看在这个西方人教堂里头，他就举办婚礼的时候，有一个证婚人还是牧师之类的，给这个男女双方都问类似的话啊，如果他病了啊，甚至残疾了，瞎了只眼，全脸是麻子，是都不会走路了，你还爱他吗？有些人真考虑，有些人说好爱，因为反正事还没发生嘛。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每个人都离不开生老病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关键是病了之后你受得了吗？大小便都拉床上，你又没钱去天天找护士，找那个专业的护理，对不对？没钱，那这个躺在床上你伺候吗？这很多人真到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其实如果当一个哲学问题思考的时候，真的是个难题。对，那你爱我的这一切是我的一切完美的时候，青春年少看哪美，对不对？你也需要这种美来陪伴你，所以我就产生了爱。那这一会儿万一我很不幸说今天你跟我结婚，那下个月我就病倒了，我就拉尿在床上，你行吗？一般人想的可能1个礼拜就好了吧，但是如果一躺7年好不了呢？咱不说别的病了，就是大小便全拉到床上去，你真受得了吗？有很多人说你2个月不起床我就跑了，就是这样，这才是现实，是吧？所以当时你许愿的时候，你想，比如说你许愿爱我一辈子，可是我现在一病，还有人说没有病，这个男的最近被老板炒了，可是1年没找到工作，有的女的就跑了，他没有病倒。就是当我花钱没有钱花的时候，当我的同学、我的工作的同事自己都开上一个算不错的车的时候，汽车的时候，可是我呢，我还蹬个小摩托，又危险又便宜，还要经受风吹日晒，那我怎么跟我们同事来说？我到了娘家，妈成天指责我，你看你嫁一个穷鬼，到哪都没有面子。所以正好这个男的又失业的时候啊，不失业的时候天天烦说老板真讨厌，天天让我干活，干了活我做的那么辛苦还骂我，还让我修改，否定我的人格，给我人生带来侮辱和打击。一边埋怨着一边工作，经常说我不干了，老婆我要辞职啊。到有一天真老板把他辞了之后说，哇，人生活着真没意思，死了算了，你就开始又厌世，是吧？也就是真正没有职业之后，那你又不是老板，就好像天塌了，人间的地狱才开始，对吧？就受不了。如果不是一个就好像用生命在爱你的那个女人，
我想多数女人也就跑了。刚才说是爱情关系，现在说就非爱情关系，是爱的关系。这位妈妈给10岁的孩子说，孩子，这次的考试如果考到你们全班全班一共50个人考到前45名，妈妈就给你发奖。因为过去儿子都是考到第一，儿子一努力考了确实是第40名，妈妈承诺的奖也得给人家，对不对？比如说奖励就是一个2手的手机，比如说你已经答应了，如果妈妈是不给，但是孩子做到了，妈妈如果不给，孩子会不会抱怨？这是小一点的。当你孩子18岁、25岁以内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成年人了，又能顶嘴，又能逃跑，又能揍人的时候，又是和妈妈一个约定，他做到了，可是妈妈不给。现在有一个新型的手机出来了，妈妈说，如果最近你也表现好不随便玩手机，不去上网赌博不吸毒，不吸烟，这些毛病改了之后，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孩子做到了，妈妈说不给，孩子会怎么样？孩子就会犯病，可能比你想象的还更厉害，对不对？所以这个许愿许个人了，人就等在那里。那有很多人，那像你想嘛，去皈依某位师父，在佛教里头皈依某位法师，因为你非常需要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你得了癌症的时候，你家里被那个邪灵侵扰的时候，痛不欲生，比如来求某个师父来了，求的时候就说，师父这个你也把弟子救好了之后，救了我的命我给你3辈子800辈子给你当牛做马做奴隶我以后我赚到的钱，如果让我能继续活着的话，我赚的钱之后全供养您，我来修庙，我来弘扬咱们的法门我给师父您塑金身，让大家都能礼拜您。当我特别救命求救的时候，有时候你的愿望有的说出来，有的是心里在说，对不对？等实现了之后，很多人就忘了，甚至严重者还去诽谤，说那个庙骗子，那个师傅啥都不会，骗子。你知道得来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吗？你不但不去还愿，帮了你之后，你还在诽谤、打击、污蔑。第一，未来下地狱；第二，今世给你带来的一切的佛光普照，一切给你的那种吉祥的加持全部撤出，护法神来也许再来修理你，因为你污蔑神灵，那罪业就来了。那到底什么样的危机在等着你呢？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老曲的孩子了吗？就是这样。所以不吉祥就会发生了。所以的话，许愿就去还。就是当时你许愿的时候佛菩萨帮了我了让我如意吉祥，让我的孩子实现了他的人生最高的理想。那虽然是当时有所求，但是我也没有说具体我要用什么来报答。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佛门呢，它是讲究叫来重新供养布施它叫做发心。为什么叫发心呢？我觉得这个用词特别的恰当，就是发出心中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在古代传统的寺庙当中，每个庙它是有自己的规定。有的庙说，如果你用比较少的钱数的话，当时农业社会就是说，现在我的庙只收粮食。只收粮食的话，那多少算可以呢？因为我们每年的，因为老天的原因每年收成的数量不一样，对不对？你像赶上好年景的时候，我收入粮食就多一些，这样我去发心供养的时候呢，我就多拿几斗粮食去供养保佑我的道场，对不对？但是这个道场呢，
也是在这个比较坏年景的时候，众生没饭吃挨饿的时候，道场也是拿粮食来给大家做粥做饭送大家普度众生嘛。所以古代的佛教道场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假如说更高一点的哈，有人说我就是有钱佛菩萨保佑我不光是病好了，还保佑我呢发了大财，我还赚了更多的钱，我还赚了很多黄金，所以我拿一块金砖供到庙里来。我是假设哈，那通常给师父的时候，师父就说好吧，那你的拿这个金砖，你的愿望是什么？是塑佛像金身。那庙里有自己的规矩，不是此刻你拿了个金砖，我一定要铸造一尊金的佛像，是根据庙里头在造佛像的时候的需求，是给它贴金也好，鎏金也好，去这样做。通常庙里不会拿个黄金真的铸造一尊佛像，就是完全是金的。知道为啥吗？是危险的。那不懂事的小偷来说，你说金佛像，那叫切一块都值钱呢，这个治安就是个问题了。所以通常用一些这个材料并不是特别贵的东西来塑佛像。所以塑佛像的材质呢是有木头的，还有木头呢作为胎，外头呢用那个古代的一种技术叫夹铸，它用那个大漆，还加上一些那种合成材料，再用麻，一层大漆，它没有干的时候就有粘性，对不对？像浆糊一样，我得把那个麻布给它贴上去，弄得特别平整，把麻贴上去再刷漆，在这个不见阳光但是通风的屋子里再放15天，这差不多都硬化了，硬化了之后再刷一层漆，再往上贴麻布，就这样一直到什么连身体五官手指耳朵头发都做出来，它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是很结实的。那我就收藏一尊呢，那是宋代做的到现在不是完好无损有些细节都没有了，但是主体上还是挺好的，还是保存的不错这是一种材料。还有呢，用石头雕，干脆用石头雕，石头雕之后也是彩绘贴金或者描金之类的，也是这样做。但也不说什么材质，我们用肉眼看不到它是什么材质的。还有用泥胎来做，在北方常常用泥胎，再加上植物、木头、木条、竹条等等，这样混合材料来制作，做出来也是栩栩如生。他这样的雕塑师就是你什么样子，他要靠这个泥塑来塑成。但是如果玩过泥巴的人就说，那泥的容易裂，对不对？那古人不傻呀，在造佛像的时候，这个泥胎佛像它都是进行又是加了糯米那种三合土都是让它又要结实牢固，还要不开裂。不开裂的方法就在这些泥和这些原料之中加麻这样的纤维物质，大概笼统上这样做。到最后做出来之后，泥胎像如果不是人为去破坏砸的话，也不会说庙里不漏雨的话，也能存在个700-800年都是可以的。那再就是铸造，就是铜铁铸造，但用铜铸造的多，用铁铸造的少。铁它这个生锈的几率太高，过去没有不锈钢所以这个铁经过潮湿空气中的氧化，它会腐蚀掉，最后烂掉，所以最后就不用铁了，就用铜铸造。用铜铸造之后还要找好铜纯铜铸造，它就不容易生铜锈，之后再鎏金这样这个佛像呢就不容易损坏。这是我说佛像的制造的这个材质所以我们发心的人你的发心比如说我捐粮食也好，捐钱也好，或者我捐来了这个刚才说一块金砖一个金条也好，你不能要求寺庙的师父此时此刻用你的黄金铸造一尊佛像，是不可以的。发心归发心，在庙里头怎样去塑造，或者用你这个钱来供养了众生，正好明年天下都没有吃的，对，我用这个钱买来很多粮食来供养大家，请问大家这样可以吗？
是可以的。说在普度众生之中，众生需要有佛像，但是众生更需要有饭吃。所以在铸造佛像和养活众生之间，通常我们的大师傅们都是说先供养众生。凡是佛门和佛门机构都是要利益众生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变成价值，对不对？一切的财和物，我们首先是为了利益众生，其次才是建道场造佛像这是我们使用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回报说我实现了孩子的考大学的愿望了，我回报的时候多种方式。比如说我钱少，但是我有体力呀，我也有时间呢，我到道场里头，比如说帮道场做一些必要的活。比如说你是个男生，身体还挺壮，每个道场也有很多修修补补的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对不对？经常道场也有一些物资供养物搬出进之类的事情，也是男生这些师兄也帮着做这些体力的工作。你要花出你的时间功夫。那么还有人说正好装修道场了，看道场装修的需要什么？需要电灯，需要地板，还有一些这个电器灯光，是吧？他都需要去花钱去买然后你可以根据道场的需要可以去买，或者你把钱捐给道场，道场统一去来购置，那是最科学的。否则你买了之后说我们不是要这个型号，货不对路，我们不用吧让你伤心，我们如果用了让我们伤心，那不好用。所以的话，通常我们出力出钱，还要根据道场的需要来进行分配和安排。还有我也不知道道场需要具体什么东西，但是我最近经济收入不错我想捐上200块钱给道场来表达我的心意，可以吗？可以，这个是最合理最方便的。因为你拿错了东西，何况我们买到的有些东西还是假货，1分钱不值。所以真发心不来假的，我能掏得起200块我就捐200块，掏得起300块就掏300块不要说我弄20块钱买来一个假货，说价值2个亿之类的捐让我们很为难。这个就不叫发心，这是带有欺骗性的发心，这是不好的，这是有罪过的。所以发心是报答佛菩萨带给我们的利益，那是要绝对的真诚，不敢造次。你不能要求道场说这个是必须的之类的，你不能这样子，那叫做没大没小，是自找麻烦。所以凡是发心真要回报和供养的话，是真心供养，而不是假心供养。发真心回报佛菩萨，不在于说你拿了一大笔巨款，我没那个钱，不需要去装，也不需要去承诺，对不对？说我1分钱都没有，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之后我给你捐2个亿，那这个是胡扯的。真要想实现自己一个重要愿望的人，不会胡说八道的乱在佛前的乱说话，对不对？我们不要别的，其实我是希望大家说，你的生命问题，你的自己身体问题比较严重的话，我是希望如果你跟我来修行，你的身体真好了之后，那以后你不能做别的事业，你只做这件事，去利益众生，传播我们的法。当然我是指这个尤其是指有点年龄的朋友比如说你的年龄过了45岁了，家里也不差你去挣钱了，何况你的身体那个样子，你挣不了钱，不但挣不了钱，还花很多钱治你的病，可是医院又治不了的时候。那么年轻人的话呢，那如果有病有啥的，好了之后你的职业还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因此我们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就是要知恩图报那我们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的生命受益于佛法，那我呢就是去用一生的时间去利益众生，这是我算是对佛对师父的一个回报那我也希望更多的菩提同修呢能模仿我这一点就可以了。收到，感恩师父。好，祝福大家健康长寿。
如意吉祥，全家幸福。现在我们开始收工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
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哀非哀，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药师佛以慈悲智慧的大光明，照耀无量无边的世界，呵护一切有缘众生。在药师佛前真诚供灯，能获得药师佛的关爱与指引，消灾延寿，遇难成祥，消除烦恼，健康快乐。敬请访问菩提学院网站办理供灯手续。此次供灯可为在世亲人点燃药师佛结缘灯、药师佛爱我祈福灯和长寿吉祥光明灯。愿药师佛关照呵护我们的在世亲人，为他们带来吉祥、幸福与光明的人生。也可为往生的亲人供上永驻东方极乐世界超荐灯，祈愿药师佛接引往生亲人快速解脱，永远安住在东方琉璃世界，自在安详。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
生命